当中国已经能凭借稀土一锤定音，主导全球供应链时，美国军工厂的生产线正一排排陷入停滞。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已经在稀土领域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美国，不好意思，往后排。如今的美国也终于感受到了被别人卡脖子的滋味。美国信誓旦旦喊口号，在2035年夺回稀土权。但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真能夺回这张牌吗？重建稀土产业可不单单是资源问题，更是技术、资本、战略与时间的赛跑。美国还有机会吗？现在的美国几乎90%的稀土与其磁体组件都要依赖进口，而这些进口来源无一不来自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在开采、分离、精炼以及磁体制造等环节拥有全部的主导地位。欧美其他国家已经被完全边缘化。至于在技术、供应链以及成本层面，中国还构建了一套高度垂直整合的稀土产业链。西方想要靠买矿石进行模式重建，门槛极高，这就意味着中国只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比如在出口上加大管制，西方国家的高科技、航空甚至国防领域都将受到严重的冲击。事实上，中国在最近几年对稀土的管制力度在加大，尤其是在出口上有了更多的限制，甚至在含中国成分的中间产品的许可上也加大了管制措施。如今，在中美技术竞争的大背景下，稀土早已被视为战略资源。现在几乎所有的话语权都在中国手里，美国完全是被动的一方。美国想要保留技术独立性、国防自主性，重建稀土产业就是重中之重。不争馒头争口气，美国也是真想争口气。能源部一口气宣布将拨款近10亿美元，用在加速稀土矿产开采、提炼以及制造等关键环节的技术研发。特朗普政府也在推动对稀土项目价格的支持政策，吸引资本进入本土稀土产业。同时，政府还下令优先在联邦土地开放矿产开发用途，以加速稀土矿床的勘探和开发。这些政策无一不表现了美国决心重建稀土产业的决心，但事实却是，成功之路任重而道远。美国需要认识的是，重建可不是单纯的矿山开发，稀土产业的最大难度在于完整产业链的重塑。美国的最大问题在于分离、提纯、冶炼、磁体制造等关键环节的弱势，需要极大的资本和技术积累。而中国在这些环节积累了几十年的技术经验，早就形成了技术和规模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某些稀土化学处理、专属催化剂以及结晶分离工艺方面拥有专利和技术壁垒。美国要追赶花费的时间与代价是极大的。至于成本和市场，美国更没有任何的优势。中国的稀土出口成本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低的，美国要在本土生产还跑去拼价格，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一旦美国的成本过高，下游客户必然转向从中国进口。美国花大力气，好不容易重建了稀土产业，最终就可能死在成本上。最关键的是什么？就算美国下定决心一定要重建稀土产业，这也不是今天喊完口号，明天产业链就自己凭空产生的。一条完整的稀土产业链要经过10多年的构建，美国就算把所有的人才都押上，也不可能在1年内形成一条完整的链条式供应。甚至即便是完全的政策倾斜，美国也要花1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建立完整的产业链。这就触及到了美国最核心的问题。这些年，美国一直致力于赚快钱，大量的制造业外流，导致企业信心本来就不够。如此长期的目标，一旦投资者企业失去耐心，就变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而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还要依赖进口供应，就意味着还要看中国的脸色。说白了，美国一边要花10多年时间低头搞产业重塑，另一边还是要靠着中国的稀土过日子，而这一过就要10年起步。这还是在假设美国重建稀土产业顺利的情况下，如果不顺利，就要一辈子靠中国过。这种局面当然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所以当下的美国已经被逼到墙角，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因为一旦重建成功，美国就拥有了更多的筹码。首先，自然是能减少对中国稀土出口政策的依赖风险。现在，只要中国掐断稀土供应，美国就只能牢牢地被卡住。但有了自己的产业链就不一样了。美国就能在军事、航天以及半导体等高端领域有更多的自主权。至于下游的电机磁性材料以及电子元件的产业链，
本土化也能进一步提升附加值。其次是能在国际稀土市场上能分一杯羹，和中国形成博弈的局面，在价格上也有话语权。最后是能实现技术的积累，为后续的产业链升级积累经验。理想总是很丰满的，现实却往往是骨感的。重塑稀土产业需要时间，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稀土这种工业维生素这么重要，为什么大多数的国家都搞不出来？不是搞不出来，稀土矿产本身并不算稀有，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有。但是稀土最大的难度在于分离、提炼等关键技术的掌握，而这些关键技术中没有一项是不需要高投入。不仅如此，回报时间更长，很多国家根本没耐心沉下心搞技术。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有耐心了。中国在稀土领域的领先地位也不是生来就有的，也是一步一步的探索，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这个地位的。这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做的，中国愿意去做；别人不愿意啃的硬骨头，中国愿意啃。那美国呢？美国有这个耐心吗？一旦在中间出现任何动荡或风险，如果政策周期不稳定，投资人恐怕会随时撂挑子走人。就算美国肯花时间，而且解决了资金问题，接下来到了真开采环节，又将遇到拦路虎。美国所谓的环保人士一定会联合抗议因开矿冶炼导致的放射性污染问题。美国本土民众反应强烈，就会导致开矿随时都可能面临关停的风险。而中国如果想要以压价的方式输出，或以补贴的方式保持低价竞争，美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甚至新兴本土厂商会随时被中国踩死。以美国目前的政治形态，一旦遭遇换届，政治周期都随时有可能打乱稀土重建的节奏。从本质上来说，美国有能力重建稀土产业，但要时间，而这个时间至少要10年起步。10年长吗？说长也长，说不长也不长。不过这10年里，中国是绝不可能原地等美国的。当10年后，美国终于吭哧哼哧建好了稀土产业，那时的中国已经上升到了哪个高度？美国能预测到吗？能追赶上吗？最关键的事情在于，这些美国都不考虑，美国就下定决心了，等个10年重建产业链，美国能等？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军工产业能等吗？没有稀土供应，军工产业生产线将分分钟停产， F-35战机甚至都完不成组装。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当板子终于打在美国自己身上的时候，美国才发现原来是真疼啊！特朗普对中国1300多种加征关税的清单上，机智一批的他唯独划掉了他们至少 80% 都要向中国进口的稀土，因为在稀土上中国能把老美的脖子卡到窒息，并且在全球都找不到替代渠道。我国掌握着世界 90% 的稀土供应，在全球上只有中国一超，没有多强，是真正的王牌产业。这个让我们自豪的产业，却建立在我们曾把稀土当猪肉卖的血泪史上。30年前那场将全球强国都卷进来的稀土大战，开战前我们被美日欧等国逮着羊毛可劲薅，最后却被中国将计就计，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口中的霸权主义者。稀土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脉？可以说它可是比石油都重要的战略物资，被称为工业黄金。美国制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要使用稀土达27吨，生产一架 F-35战机需要400公斤，一枚爱国者导弹中也含有3公斤的稀土。可以说你日常中见到的飞机、新能源车、手机等都需要用到稀土。军事方面，凡是我们能想到的高科技武器，比如激光炮、电磁炮、卫星、雷达等，可以说没有稀土，就连三体中的水滴都得躺在设计图上。中国稀土的储备量是世界第一，但凡中国沾点第一的东西，那美国绝对不会让你好过。1980年之前主导着全世界稀土行业的就是美国。美国加州的芒廷帕斯矿一度供应了全球 90% 的稀土需求。当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为了确保战争时期美军不会缺乏关键的稀土原料，就将本土的稀土开采列为了核武器的级别。一场针对中国稀土的阴谋就应运而生。1982年，美国战略原料局向总统里根提交了一份33页的报告，整篇报告汇总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停止开发自己的稀土资源，向中国购买，埋在我们土地下面存储起来，等把中国掏空之后，我们再高价卖给中国，岂不美哉？美国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真是为首熟耳。1990年，中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大量国有企业破产或改制成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自然以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在稀土的暴利下，一时间经营稀土行业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了数百家，他们不负众望地将这些稀土卖给了英美日等国，并无限量供应。由于行业竞争太过激烈，国内的企业就打起了价格战，导致比黄金还宝贵的稀土真的被当成土来卖，价格最低时甚至比猪肉还便宜。到了2005年，全球稀土总量不到10万吨，
中国的产能却达到了20万吨，供远大于求，出口的价格比支出暴跌一半都不止。更令人心痛的是，中国的稀土储量由70年代的 90%骤降到了 37%， 现在的存储量预计保持到2040年至2050年，之后就需要向国外进口了。没办法，那个时代归根结底就一个字：穷啊！你总得先赚着钱才能购买生产线、购买技术。另外，根据海关的数据统计，仅2006年一年，中国有1/3的稀土都是盗采和走私出口。每讲起这段历史，无数人为之痛心，而以美国为首的稀土购买国则悠哉地躺在沙滩上，静静地等待着当年制定的战略实现。当年被邓公点名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产业，却沦落到如此的地步，让无数国人唏嘘。但在其他国家的眼中，中国可没这么惨。在中国低价高纯度的稀土冲击下，国外稀土公司开始大量倒闭，稀土产业链断档。视频开头的芒廷帕斯矿在2002年就被美国关停，全世界的稀土企业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是被中国廉价的稀土冲垮，要么将企业迁入中国进行本土化生产。相信多数企业都会选择后者，将生产线搬到中国的外企大部分却被中国悄悄收购和瓦解了。比如曾经为美国生产最先进导弹磁体的麦格昆茨公司，如今背后的2大股东分别是中科院的下属企业中科三环，另外一个是国资委下属公司的中国有色金属集团。洋气十足的麦老登的名字下可是实打实的中国企业。除此之外，2005年中国西部矿业收购了美国稀土合金生产厂，2009年中国五矿集团收购了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全球金属矿业公司等等，基本上全球所有有关稀土的头部企业都被我国直接和间接吞并。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疑问，为什么他们甘心被收购？那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掌握了稀土从开采到分离以及提炼的整个完整的产业链。中国不仅端走了他们的饭碗，临走还把桌子给掀了。直到2010年在中国布局完成后，其他国家才恍然大悟，美国赶紧将芒廷帕斯重启，希望重现往日辉煌。欧盟和其他国家对本国企业进行注资升级，还有巴西、日本、印度等组成联盟，表示不进口中国稀土，还有忙着撰写状纸告中国稀土垄断的。2012年3月，美国、日本还有欧盟一同将中国起诉到了世贸 WTO， 起诉的理由是中国随意限制稀土的出口配置，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凭借稀土霸权欺负我们。WTO 这个傀儡机构认定中国败诉，强迫中国取消稀土配额制。好，这么玩是吧？2014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把稀土的出口关税提高到了原来的10倍。美国也没闲着，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稀土，先是找到了格陵兰岛，结果早被中国捷足先登。中国盛和低调并购了格陵兰矿业公司 10% 的股份，是格陵兰最大的股东，拥有优先开采权。蒙古国虽然愿意卖，但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压根运不出去，最后实在是没招了。美国跑去矿物废料里提取稀土，结果发现提取稀土的加拿大技术商 NEO 公司已经悄然改名为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原来这家公司也早已被中国紫金矿业以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估计美国知道这一消息时头都裂开了。在过去的10几年中，美国一直想要重建稀土产业。在2010年时，美国审计局计算出追上中国至少需要15年时间。到2016年，美国总统再问统计局，得到的答案还汤姆是15年。美国等于刷了6年的朋友圈步数。而此时中国的稀土产业链基本消化了全球的企业，但是距离称霸全球还差一步。还记得开头说的供应着全球 90% 的美国芒廷帕斯矿吗？被美国寄予厚望，却在2015年宣布破产了。在破产前将核心技术和资料全部转移到了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2年后，芒廷帕斯矿拍卖，美国政府希望通过一家稀土企业在美国重建稀土产业链，这是美国最后的倔强。拍卖会上被 MPMO 公司竞拍获得。有意思的来了， MPMO 公司有3大股东，其中2家是根正苗红的美国资本，另外一家是新加坡国贸公司，股份拥有优先权。这家公司虽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但 70% 的股份归属中国乐山盛和稀土公司，而乐山盛和的背后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研究所，研究所的背后是中国财政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个代表美国无限稀土光荣的公司，通过一个4线小城市乐山又转交到了中国手上。万般无奈之下，美国最终投资了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这家公司是目前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最大的稀土公司，拥有着世界 14% 的冶炼产能，而中国的冶炼产能也才占到了世界的 86%。世界上除了2万吨稀土不是中国冶炼的，剩下的稀土矿都需要运到中国进行冶炼分离。中国在稀土储量和产量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位置，而这一切的辉煌背后，其实我们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稀土之父徐光宪先生。他和同为化学家的妻子高晓霞克服美国重重阻挠返回祖国，是他根据国家需要四处转换科研方向，
自主创新出一套串集萃取理论，将稀土纯度提高到了创世界纪录的 99.99%。中国稀土因它而起，因它而盛，由开始的冤大头变为吞并世界的巨鲸。我们背后的脊梁，每一块都由他们所铸。在中国永远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为名利，不为财富，他们兢兢业业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祖国富强。